你知道吗？我这些年看过太多女人的八字命盘，发现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。有些女人啊，八字里财星旺得不得了，按理说应该是富贵命，可你再看她的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，甚至还欠着一屁股债。反过来呢，有些女人八字里财星并不突出，看着就是个普通命格，可人家偏偏越过越富，钱像流水一样往家里流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告诉你，这里面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，这个秘密就写在易经里。可惜啊，现在懂的人太少了。我给你讲真事，大概20年前吧，有2个女人前后脚来找我，一个是企业家太太，穿金戴银的，浑身上下都是名牌，一看就是有钱人。另一个呢，就是个普通家庭主妇，穿得朴朴素素的，说话也不张扬。我把他们俩的八字一排，你猜怎么着？格局几乎一模一样，都是正财格，财星透干，按理说都该是有钱命。可那个富太太跟我诉苦啊，说家里生意越来越难做，老公在外面欠了债，自己手里的积蓄快花光了。那个普通主妇呢，笑眯眯地告诉我，她家刚买了第2套房，存款也有好几十万了。你说奇怪不奇怪？我当时就跟富太太讲，你这八字没问题，问题出在你的行为上，你犯了个大忌，这个忌讳叫什么？叫显，太显了，到处炫耀。逢人就讲你家多有钱，买了什么好东西，去哪里旅游了。你这么做就是在散财，在漏气，把本来属于你的财运点一点漏掉了。那个普通主妇呢，她恰恰相反。我问她平时怎么跟人相处，她说从来不跟人谈钱的事。别人问她家条件怎么样，她就说凑合过吧，饿不死就行。亲戚朋友都以为她家很穷，没人找她借钱，也没人嫉妒她。你看，这就是区别。易经里有2个卦，一个叫损卦，一个叫益卦。很多人以为损就是坏，益就是好的，这理解太肤浅了。易经讲的是阴阳转化的道理，损到了极点就会转益，益到了极点就会转损。你把财富往外显摆，看起来是益，实际上是在损。你把财富往里藏着，看起来是损，实际上是在益，这就是天。尚书里讲满招损，谦受益。道德经里讲曲则全，枉则直。易经里讲天道亏盈而益谦。你看圣人们说的都是同一个道理。你越是表现的满，天就越要损你；你越是表现的谦，天就越要益你。所以我今天要跟女人们讲，你想要口袋越来越鼓，首先要学会一门功夫。这门功夫叫什么？叫装穷。你别一听装穷就觉得不好听，觉得这是虚伪。不是的，这个装在古人那里是有特殊含义。装的本意是什么？是收纳，是包藏。你把贵重的东西装起来，放到箱子里锁好，这叫装。所以装穷的意思不是欺骗别人，而是把你的财气装起来，藏好，不让它外泄。这是一种高级的智慧。我们中国人讲风水，风水是什么？就是气的流动。一个地方如果气聚得住，那就是好风水；如果气散掉了，那就是坏风水。人也是一样的，你身上的财气如果聚得住，你就越来越富；如果财气散掉了，你就越来越穷。那什么行为会让财气散掉呢？炫耀、显摆、张扬、攀比，这些都是散气的行为。什么行为能让财气聚住呢？低调、谦逊、内敛、藏风，这些都是聚气的行为。
女人在五行里属阴，阴的特性是什么？是收藏，是包容，是往里走的。你看大地是阴的，大地的本事就是收藏万物，让种子在里面生根发芽。水是阴的，水的本事就是往低处流，聚集在洼地里。女人也应该是这样的，你要学会往里收，往里藏，这才是顺应你本性的做法。如果你反过来到处张扬，到处显摆，那你就是在逆着你的本性做事，就是在跟天道作对。那你的运势怎么可能好呢？好了，道理讲完了，接下来我要告诉你具体在哪些地方装穷，怎么装穷才能让你的财运越来越旺。这个要点一共有4个，你把这4个要点记住了，照着做，我敢说你的日子一定会越过越顺，口袋一定会越来越鼓。第一个要点，在亲戚朋友面前，你要学会守口如瓶，这个太重要了。我见过太多女人毁就毁在这张嘴上。易经64卦里有一个卦叫谦卦，这是唯一一个6爻皆吉的卦。你想想看，64卦里大多数卦都是有吉有凶的，只有谦卦从初爻到上爻全部是吉利的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谦虚这个品德在任何时候、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让你吃亏。谦卦卦辞怎么讲的？谦谦君子，卑以自牧。什么意思？就是真正有修养的人会用谦卑的态度来约束自己。修养自己，注意这个牧字，牧是放牧的牧，引申为管理、约束。你要像牧羊人管理羊群一样，管理好你自己的言行，不要让那些张扬的话从你嘴里跑出来。我为什么特别强调在亲戚朋友面前要装穷呢？因为亲戚朋友是你最容易放松警惕的地方，也是最容易漏财的地方。你想想看，一般人跟陌生人打交道还知道收敛一点，可跟亲戚朋友在一起呢，就容易放松，觉得都是自己人，没什么好藏的，这就坏了。你知道吗？在八字命理里有个概念叫比劫夺财。什么是比劫？就是跟你同类的人，具体来讲就是你的兄弟姐妹、朋友、同事这些人。如果你的八字里比劫旺，那你就特别容易被这些人夺走财富。怎么夺呢？不一定是明抢，更多的是借钱不还，拉你投资，给你介绍乱七八糟的生意，怂恿你乱花钱，这些都是比劫夺财的表现形式。那怎么避免比劫夺财呢？很简单，就是不让他们知道你有钱，你装得穷一点，他们自然就不会来找你了。这不是欺骗，这是自我保护。古人讲财不露白，这4个字可不是随便说说的，这是几千年生活经验的总结。白是什么？白就是银子，古代的货币。你把银子露出来给别人看，那就是在招祸，轻则招来嫉妒，招人借钱，重则招来盗贼，招来杀身之祸。你以为现代社会就不是这样吗？一样。现代社会虽然不会有人因为你有钱就来杀你，但是嫉妒你、算计你、借钱赖账、拉你入坑的人可是大有人在。我再从面相学的角度跟你讲讲，面相学里有个概念叫口福和口祸。什么意思？你的嘴巴既可以给你带来福气，也可以给你带来祸患，这取决于你怎么用它。你用嘴巴说好话，说善言，说积德的话，那就是口福，会给你增添福报。你用嘴巴炫耀、吹牛、搬弄是非、泄露隐私，那就是口祸，会给你招来灾难。我问你，你跟亲戚朋友炫耀你有多少钱，买了什么好东西，老公生意做了多大，
这是口福还是口祸？毫无疑问是口祸。你说了这些话，除了让自己获得片刻的虚荣心满足，还能得到什么呢？什么都得不到，反而会招来嫉妒，招来闲话，招来麻烦。所以我奉劝各位女人，跟亲戚朋友相处的时候，一定要学会示弱。别人问你最近怎么样，你就说还行吧，凑合过。别人问你老公生意做得好不好，你就说不好做啊，现在竞争太激烈了，勉强维持。别人问你买了什么好东西，你就说哪有什么好东西，都是打折的便宜货。你这么说会有什么好处呢？好处太大了。第一，别人不会找你借钱，你装得穷兮兮的，谁还好意思找你借钱呢？你就避免了很多为难的场面，也避免了借钱不还的损失。第二，别人不会给你介绍乱七八糟的投资项目，那些所谓的发财机会十有八九是陷阱，你装的没钱，人家自然不会来找你。第三，别人不会嫉妒你。嫉妒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，但杀伤力很大。别人嫉妒你，就会在背后说你坏话，就会暗中给你使绊子，就会希望你倒霉。这些负面的念头会形成一种不好的气场，影响你的运势。你装得穷一点，人家嫉妒你了，这些负面气场自然就消失了。第四，你可以安安静静的过自己的日子，不用操心别人怎么看你，不用费心思应付那些是是非非。你把这些心思省下来，用在正经事情上，用在想办法挣钱上，那多好。第二个要点，在孩子的教育上，你要学会顺其自然。现在的家长们在孩子教育上花的钱真是太夸张了，什么兴趣班、补习班、夏令营、国际学校，一年下来几万、几十万，甚至有人把房子卖了供孩子读书。我不是说教育不重要，教育当然重要，但你这样花钱真的对孩子好吗？真的能换来你想要的结果吗？未必。易经里有个卦叫蒙卦，专门讲教育的道理。蒙卦的卦辞怎么说？蒙以养正，慎公也。什么意思？对孩子的教育最重要的是养正，养的是正气，是正道，是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。你把这个养好了，那是圣人的功业。注意，圣人讲的是养正，不是养才。才华固然重要，但比才华更重要的是品德，是正气。一个孩子如果品德好，正气足，那他将来无论做什么都不会差。反过来，一个孩子如果只有才华没有品德，那才华越高，将来闯的祸越大。蒙卦还有句爻辞很重要，叫匪我求同盟，同盟求我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是说在教育上不应该是老师追着学生跑，而应该是学生主动来求教老师。你硬塞给孩子的东西，他记不住也用不上。他自己想学的东西，不用你逼他，自己就会去钻研。所以真正好的教育是什么？是启发，是引导，是让孩子自己产生兴趣，自己去探索，而不是家长把自己的焦虑转嫁到孩子身上，强迫他学这学那。我从命理的角度再跟你讲讲，八字命盘里有个宫位叫子女宫，还有一个宫位叫财帛宫，这两个宫位是有关联的。很多人不知道，在子女身上过度花钱会损伤你的财帛宫。为什么？因为子女宫和财帛宫五行上有相克的关系。你在子女身上投入太多，实际上是在消耗你的财运。你以为你是在投资，其实你是在消费，而且是没有回报的消费。我见过太多家庭为了孩子的教育倾家荡产，结果呢，孩子也没成才，家庭经济也垮了，两头落空。这种例子太多太多了。你不要以为花钱越多，孩子就一定教得越好。
这个世界上花钱最多的教育不一定是最好的教育。古代那些大学问家很多都是在乡村私塾里读几年书就出来，也没花多少钱，照样成为一代大儒。现代社会那些真正有出息的人，很多也是从普通家庭出来的，父母并没有给他们花多少钱在教育上。反过来，那些从小被父母砸钱培养的孩子，未必就能成大器。我看到太多这样的例子，家里有钱，从小上最好的学校，请最贵的家教，结果呢，孩子长大了什么都不会干，什么都依赖父母，成了个废物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教育这个东西不是钱能买来的，真正决定孩子能不能成才的是父母的言传身教，是家庭的氛围，是孩子自己的天赋和努力。这些东西跟你花多少钱没有直接关系。所以我奉劝各位做母亲的，在孩子教育上要学会装穷。这个装穷不是说不让孩子读书，而是说不要盲目攀比，不要看别人报什么班就跟着报，不要被焦虑牵着鼻子走。别的家长问你家孩子报什么班呢，你就大大方方的说我们不报班，太贵了，我们家穷报不起。别的家长说他家孩子要去夏令营了，你就说那挺好的，我们就不去了，舍不得那个钱。你这么说别人会不会瞧不起你？有些人可能会，但那又怎么样呢？你过的是你自己的日子，又不是给别人看的，你何必为了别人的眼光去做那些让自己吃力的事情呢？攀比这个东西是没有边界的，你今天报一个班，明天人家报2个班，你报2个班，人家报3个班，你今年花1万，明年人家花2万，你花2万，人家花5万，这样比下去永远比不完，只会把自己累死，把家底掏空。我告诉你，真正对孩子好的教育不一定要花多少钱。你带孩子去图书馆泡1天，让他自己挑喜欢的书看，这比上1天补习班有用得多。图书馆不要钱吧？你周末带孩子去郊外爬山，骑车，让他亲近自然，锻炼身体，这比去什么夏令营有意义得多。爬山骑车花不了多少钱吧？你晚上陪孩子聊聊天，问问他在学校的事情，听听他的想法，给他一些人生的指导，这比请任何名师都管用。陪孩子聊天不要钱吧？这些低成本甚至零成本的陪伴给孩子带来的是安全感，是归属感，是对父母的信任和亲近。这些东西是用钱买不来的，是多少补习班都换不来的。一个孩子如果从小就有足够的安全感，有父母高质量的陪伴，他长大以后心理上会很健康，很自信，很有主见。这样的孩子将来无论干什么都不会差。反过来，一个孩子如果从小就被父母逼着学这学那，整天活在焦虑和压力之中，他的内心是不安的，是匮乏的。这样的孩子即使成绩再好，将来也很难真正幸福。我再跟你讲个命理上的道理，一个人能不能有出息，主要看他的八字格局，看他的大运流年。如果他命里有这个格局，有这个运气，他自然就会有出息。如果命里没有这个格局，你再怎么砸钱也没用。这不是说教育没用，教育当然有用，但教育的作用是什么？是引导，是启发，是帮助孩子发现自己的天赋，走上适合自己的道路，不是强行改变孩子的命运，那是做不到的。所以做母亲的心态要放平和一点，不要太焦虑，不要太功利，不要把孩子当成自己实现人生理想的工具。孩子是独立的生命，有他自己的命运和道路。你能做的就是给他一个温暖的家，给他足够的爱和陪伴，帮助他成为一个
身心健康、品德端正的人。至于他将来能不能出人头地，那是他自己的造化，不是你能决定。你把心态放平和了，不焦虑了，不攀比了，你的气场就稳了，你的运势就顺了，你的财运自然也就好了。反过来，你整天焦虑，整天攀比，整天为孩子的教育操碎了心，你的气场是乱，你的能量是耗散，你的财运怎么可能好呢？第三个要点，在穿着打扮上，你要学会返璞归真。这个年代的女人在穿着打扮上花的钱真是越来越多了，什么名牌包包、名牌衣服、名牌化妆品，一个比一个贵，一个比一个离谱。有些女人一个月挣的钱大半都花在这些东西上了，我问你值得吗？那些卖东西的人跟你说女人要对自己好一点，要舍得在自己身上花钱，你仔细想想他们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他们要赚你的钱，你在自己身上花钱，钱就进了他们口袋，他们当然希望你多花钱了，你不要被这些话忽悠了。对自己好不等于乱花钱，真正对自己好是让自己身心健康，让自己过得舒服，让自己活得自在，不是非得穿名牌用贵货，那才叫对自己好。道德经里讲见树抱朴，什么意思？见树就是看到事物的本质，抱朴就是保持朴素的状态。老子告诉我们，人要追求本质的东西，要保持朴素的生活方式，不要被那些外在的虚假的东西所迷惑。穿衣打扮本质是什么？是保暖，是遮体，是让自己看起来整洁大方，只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可以了。何必非得追求名牌呢？一件几十块钱的衣服，只要干净合身穿出去一样体面。一件几千块钱的名牌衣服，如果不适合你的气质，穿出去反而别扭。护肤美容本质是什么？是让皮肤保持健康的状态，看起来有光泽，有气色，只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可以了。何必非得用那些天价的护肤品呢？我跟你讲个面相学上的道理。面相讲的是气色，不是装饰。什么是气色？是你身体内在的精气神反映在脸上的光泽。什么是装饰？是你用化妆品涂抹出来的颜色。气色好的人即使不化妆也是容光焕发，气色不好的人化再浓的妆也遮不住那种暗淡和疲惫。而气色好不好取决于什么？取决于你的身体健不健康，你的睡眠充不充足，你的情绪稳不稳定，你的心态好不好。这些东西可不是用护肤品能解决的。你每天涂几百块钱的面霜，但是天天熬夜，天天焦虑，天天郁闷，你的气色可能好。反过来，你用最普通的护肤品，但是作息规律，心情舒畅，身体健康，你的气色一定不会差。我见过很多女人花大把的钱买护肤品，但生活习惯一塌糊涂，整天熬夜，整天发愁，结果脸上还是长斑长皱纹，没有光泽。他们不知道那些昂贵的护肤品根本抵不过熬一个晚上的夜，根本抵不过生一场气的杀伤力。古人养颜靠的是什么？靠的是养生，是调理内在，不是往脸上涂东西。你去看那些古代的美女，哪个是靠化妆品养出来的？杨贵妃靠的是华清池的温泉，充足的睡眠；西施靠的是山清水秀的环境和宁静的心态。他们用的护肤品按今天的标准来看，简陋得不得了，但他们的美是从内而外散发出来的。我从风水的角度再跟你讲讲，风水讲究的是本命和外势的关系。
本命是你自身的气场，外饰是外在装饰，外饰应该是配合本命，是锦上添花，而不能喧宾夺主。你如果穿戴太多华丽的东西，反而会压住你的本命气场，你的气场被压住了，你的运势就会受影响。古人讲德配位必有灾殃，你的福德承载不起太过奢华的外饰，反而会给自己招祸。这不是迷信，这是有道理的。你穿得太华丽，用得太名贵，首先会引起别人的注目和嫉妒，这对你的人际关系不利，其次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负担和压力，影响你的心情和状态，再次会消耗你的财力，让你的积蓄越来越少。这些加在一起，你的运势怎么可能好呢？所以我奉劝各位女人在穿着打扮上要学会做减法，学会返璞归真，不要老是追着新款买，衣柜里的衣服够穿就行了。与其买10件普通的新衣服，不如买2、3件质量好的，适合自己的衣服，穿几年都不会过时。不要往脸上涂太多的东西，护肤回归本质就好。基础的清洁、保湿、防晒做到这3点就够了。那些功效复杂、价格昂贵的护肤品，大多数是智商税，不值得花那个钱。把省下来的钱存起来，把省下来的时间用在别的地方，你的口袋会越来越鼓，你的人生会越来越从容。而且我告诉你，一个女人真正的魅力从来不是靠穿戴堆出来的。一个女人如果气质好、气色好、举止得体、谈吐优雅，她穿什么都好看。反过来，一个女人如果气质差、气色差、言行粗俗，她穿再贵的衣服也是徒劳。气质从哪里来？从读书来，从修养来，从阅历来，从心态来。这些东西不花钱，或者花很少的钱就能获得。你与其把钱花在买衣服、买化妆品上，不如花时间读几本好书，修养自己的身心，提升自己的气质，这才是对自己真正的投资。最好的保养是什么？是睡饱觉，是情绪稳定，是心态好。你把这3样做到了，比用什么名贵的护肤品都管用。我送给各位女人一句话：内在的富足胜过外在的装饰。你把内在修养好了，外在自然就有光彩。第4个要点，在感情里面你要学会以柔克刚，这一点非常关键。很多女人的财运不好，根源就出在这里。易经64卦的第2卦叫做坤卦。坤卦代表什么？代表大地，代表母亲，代表女性。坤卦的卦辞讲坤厚载物，德合无疆。什么意思？大地的美德是厚重和承载，它能够包容万物，所以它的德行是无边无际。这个卦辞给女人的启示是什么？是说女人的美德在于厚重，在于包容，在于承载。你看大地从来不跟天争高低，从来不显山露水，但万物都依赖大地而生长。女人也应该这样，不争强好胜，不锋芒毕露，用柔顺的方式包容一切，用厚重的德行承载家庭。很多女人不懂这个道理，她们在感情里面总是喜欢跟男人争面子、争地位、争谁说了算。结果呢，越争越累，越争感情越差，日子也越过越不顺。易经讲天行健君子，以自强不息，地势坤君子，以厚德载物。这是说男人要像天一样刚健自强，女人要像地一样厚德载物。天和地，刚和柔，阳和阴，是配合的关系，不是对抗的关系。你跟天对抗，想要取代天的位置，那是违背自然规律，可能成功。在感情里面，什么叫装穷？
就是在男人面前示弱、服软，不争强好胜。你别一听示弱就觉得这是没骨气，是委曲求全，不是。这个示弱是一种智慧，是一种策略，是以退为进，以柔克刚的高明手段。我给你讲个真事，我有个女病人，30多岁，长得漂亮，能干，自己开公司做生意，一年能挣好几十万。按理说这样的女人应该很受欢迎吧，可她偏偏婚姻不顺，谈了好几个男朋友都催了，最后嫁的那个男人也是3天2头吵架，日子过得鸡飞狗跳的。我给她看八字，她的财星很旺，官星也不弱，按理说应该是事业婚姻双丰收的命。我就问她平时跟男人相处是什么状态，她说她觉得自己能挣钱，能力强，凭什么要听男人的？家里大事小事她都要做主，老公说什么她都要反驳。老公挣的钱没她多，她就看不起老公。我当场就跟她讲，你这个态度不改，你的婚姻永远不会好，你的财运也会越来越差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犯了个大忌。这个忌讳叫什么？叫阴阳颠倒。在一个家庭里，男人是阳，女人是阴，阳主外，阴主内，阳主刚，阴主柔，这是天道。你现在倒好，你又要主外又要主内，你又要刚又要柔，你把男人的位置占了，男人还能干什么？男人在家里没有位置，没有尊严，他要么就是窝囊废，要么就是跟你对着干，要么就是在外面找别的女人。无论哪种结果对你都没好处。而且我告诉你，一个女人如果在感情里太强势，她的财运一定会受影响。为什么？因为在八字命理里，女人的官星代表丈夫，也代表事业和地位。如果你压制你的官星，不尊重你的官星，那你的官星就会反过来克你的财星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就说你跟老公关系不好，老公就会成为你财运的障碍。他要么拖你后腿，要么败你的财，要么给你惹麻烦。总之你挣的钱会莫名其妙的流失掉。我见过太多这样的案例了。有些女人自己能挣钱，但老公是个败家子，把她挣的钱全败光了。有些女人事业做得很大，但老公在外面欠了一屁股债，最后连累她破产。有些女人本来日子过得好好的，就因为跟老公闹离婚，财产分割，打官司，折腾几年下来元气大伤。这些都是阴阳失调，夫妻不和导致的财运受损。所以我奉劝各位女人，在感情里一定要学会装穷，学会示弱。这个装穷不是说你真的没钱，而是说你不要在男人面前炫耀你有钱，不要拿你的能力去压制男人，不要处处跟男人争高低。你挣钱再多也要给男人留面子，在外人面前要说是老公养家，你只是帮帮忙。你能力再强也要在家里给男人留位置，大事要征求男人的意见，要让男人觉得他是一家之主。你脾气再大也要在男人面前服软。吵架的时候要学会先低头，要学会撒娇，要学会用柔和的方式化解矛盾。你可能会说，我凭什么要这样？我挣的钱比他多，我能力比他强，凭什么我要装得不如他？告诉你，不是凭什么，是为了你自己好。你这样做不是为了他，是为了你自己的财运，为了你家庭的和谐，为了你日子过得顺当。易经讲吉凶悔令生乎动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你的每一个行为，每一个选择都会产生相应的后果。你选择在感情里强势，选择压制男人，那你就要承受相应的后果。这个后果就是夫妻不和，家宅不宁，财运受损。
你选择在感情里柔顺，选择成全男人，那你也会得到相应的回报。这个回报就是夫妻和睦，家庭兴旺，财运亨通。你想想看，一个家庭如果夫妻关系好，男人在外面打拼有动力，有底气，挣的钱往家里拿，女人在家里把后方管好，钱能存得住，能生钱，这个家的财运能不好吗？反过来，一个家庭如果夫妻天天吵架，男人在外面没心思干活，或者挣了钱也不往家里拿，女人在家里也没心思理财，或者赌气乱花钱，这个家的财运能好吗？我再从风水的角度跟你讲讲，风水讲究的是气场的和谐，一个家庭的气场好不好，关键看夫妻关系。夫妻是一个家庭的核心，夫妻关系好，家里的气场就和谐，气场和谐，财气就能聚得住。夫妻关系不好，家里气场就混乱，气场混乱，财气就散掉。你想让家里财气旺，首先要把夫妻关系搞好。而搞好夫妻关系的关键就是女人要懂得示弱，懂得服软，懂得用柔和的方式去影响男人，而不是用强硬的方式去压制男人。道德经里讲柔弱胜刚强，又讲天下之至柔，驰骋天下之至刚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柔弱的东西反而能战胜刚强的东西，最柔软的东西反而能驾驭最刚硬的东西。你看水是最柔软的吧，但水能穿石，能载舟，也能覆舟，这就是柔的力量。女人也应该像水一样，表面上柔顺温和，实际上有强大的力量。你用柔顺的方式对待男人，男人反而会听你的，会尊重你，会珍惜你。你用强硬的方式对待男人，男人要么被你压垮变成废物，要么跟你对着干，最后两败俱伤。我见过很多聪明的女人，她们在外面可能是女强人，是老板，是领导，但回到家里立马就变了一个人，在老公面前温柔体贴，善解人意，大事小事都征求老公的意见，让老公觉得自己很重要，很有价值。这样的女人，她们的婚姻都很幸福，家庭也很和睦，财运也特别好。为什么？因为她们懂得阴阳之道，懂得在该柔的时候柔，该刚的时候刚，懂得用智慧而不是用蛮力去经营感情和家庭。所以我送给各位女人一句话，在感情里装穷不是真的穷，是装出来的姿态低，装出来的依赖感，装出来的需要被照顾。你越是这样装，男人越觉得自己有价值，越愿意为你付出，越愿意把钱往家里拿。你越是显摆自己能干，显摆自己不需要男人，男人越觉得自己没用，越不愿意为你付出，越想逃离这个家。这是人性，你要顺应人性，而不是对抗人性。还有一点特别重要，就是在钱财的管理上，你要学会藏富于家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你挣的钱不要到处显摆，不要让外人知道，要悄悄地存起来，藏起来。古人讲财不外露，这不仅仅是说不要在外人面前显摆，也包括不要在男人面前显摆。很多女人犯的一个错误，就是挣了钱就要让老公知道，要让老公夸她能干。结果呢，老公知道你有钱了，反而不好好干活了，或者想方设法从你这里拿钱去挥霍。聪明的女人是怎么做的？她挣了钱悄悄存起来，表面上跟老公哭穷，说家里开销大，钱不够用，让老公觉得压力大，要更努力挣钱。等到家里真的需要用钱的时候，比如买房、孩子上学、老人生病，她再把存的钱拿出来，这时候老公会觉得她很了不起，会更加感激她，
更加珍惜这个家。这就是常富于家的智慧。我再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就是女人存钱的地方很有讲究。从风水的角度讲，钱要存在家里的财位上。财位在哪里呢？一般来说是进门的对角线位置，或者是卧室床头的左侧。你把钱存在这些位置，财气就能聚得住。千万不要把钱随便乱放，更不要把钱放在厕所、厨房这些地方。这些地方是泄气的地方，钱放在那里会散掉。还有就是存钱的容器也有讲究，最好用红色或者黄色的盒子、袋子来装钱。红色属火，黄色属土，火能生土，土能生金，这样能让你的财运越来越旺。千万不要用黑色或者蓝色的容器装钱。黑色属水，蓝色也属水，水会把火浇灭，不利于财运。好了，4个要点我都讲完了，我们来总结一下。第一，在亲戚朋友面前要守口如瓶，不要炫耀你的财富。第二，在孩子教育上要顺其自然，不要盲目攀比，过度投入。第三，在穿着打扮上要返璞归真，不要追求奢华，浪费钱财。第四，在感情里面要以柔克刚，不要强势压人，阴阳颠倒。这4个要点看起来都是在装穷，实际上是在聚财。你把这4个要点做到了，你的财气就能聚得住，你的财运就会越来越旺。反过来，如果你在这4个地方都很显，到处炫耀，到处攀比，到处显摆，那你的财气就会散掉，你的财运就会越来越差。我最后再跟你讲一个更深层的道理。易经的核心思想是什么？是阴阳平衡，是物极必反。你太满了就会溢出来，你太显了就会招来祸患，你太刚了就会折断，你太柔了就会被欺负。所以做人做事要懂得把握度，要懂得中庸之道。在财富这个问题上也是一样，你有钱是好事，但你不能太显，显得太过了就会招来嫉妒，招来麻烦，招来损失。你要学会藏，把财富藏起来，把锋芒收起来。表面上看起来很普通，很平常，实际上暗地里越来越富。这就是大智若愚，大巧若拙的道理。古人讲，君子藏器于身，待时而动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真正有本事的人会把自己的才能藏起来，等到合适的时机再展现出来。女人也应该这样，你有钱，有能力，有本事，这些都是好事，但你不要到处宣扬，不要到处显摆，要藏在心里，藏在家里，等到真正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，这样你才能守得住财富，才能让财富越积越多。我还要告诉你一个天大的秘密，这个秘密很多人不知道。你知道为什么有些人越想发财越发不了财，有些人不想发财反而财运很好吗？这里面有个很深的道理，这个道理叫无为而无不为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你不要太执着于发财这件事，不要把发财当成人生唯一的目标，反而要把心思放在做好该做的事情上，放在修养自己的德行上，放在经营好家庭和人际关系上。当你把这些做好了，财富自然就会来找你。这叫德者本也，财者末也。
很多女人不懂这个道理，她们整天想着怎么发财，怎么挣钱，结果呢，越想越挣不到，即使挣到了也存不住，总是莫名其妙的就花掉了，或者损失掉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本末倒置了，他们只想要财这个末，却不去修德这个本。没有德行做根基，财富是留不住的，这叫德不配位，必有灾殃。所以我奉劝各位女人，不要把发财看得太重，不要为了钱去做违背良心的事，不要为了钱去伤害别人，不要为了钱去破坏家庭和睦。你要把心思放在修养自己的德行上，多做善事，多积阴德，多帮助别人，把自己的人品修好了，把自己的福报积厚了，财富自然就会来。这不是迷信，这是天道，是因果规律。我见过太多的案例，有些人为了挣钱不择手段，坑蒙拐骗，损人利己，一时间好像挣了不少钱，但最后呢，要么生病把钱花光了，要么被骗把钱亏光了，要么子女不孝把钱败光了。总之，钱是留不住的。反过来，有些人老老实实做人，本本分分做事，虽然挣钱不多，但是能存得住，而且越存越多，日子越过越好。这就是德和财的关系。所以我最后送给各位女人一句话：装穷是表，修德是理，表里如一，才能财运亨通。你在外面装穷，低调做人，这是表；你在内心修德，积累福报，这是里表和里都做好了，你的财运自然就旺了。而且这个财运是稳定的、长久的，不是那种来得快去得也快的横财。记住，真正的富贵不是你拥有多少财富，而是你能守住多少财富，你能用这些财富做多少有意义的事情，你能给家人和后代留下多少福报。一个女人如果只知道挣钱，只知道显摆，那她最多只能富一时。一个女人如果懂得长富，懂得修德，那她不仅自己能富一辈子，还能让子孙后代都跟着享福。这才是真正的智慧，这才是真正的富贵。好了，今天就讲到这里，希望各位女人听了我这番话能有所领悟，能在生活中真正做到这4个装穷，让自己的财运越来越旺，让自己的日子越过越好。记住，装穷不是真的穷，是一种智慧，是一种修养，是一种境界。你把这个境界修到了，你就是真正的富婆，不仅口袋富，心里也富，这才是人生最大的圆满。